所以爱情是什么？哈，这个常常会有人问我们，爱情历史社会学先讲爱情是什么，等一下讲历史社会学大概是什么啊？那爱情是什么？这个呢，看你什么的情况。第一个，你看我这边说，从参考书求答案呢、通俗读物也可以找答案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通俗读物，这样啊。那你们现在都习惯上网去查，网络上没有你就觉得没有，图书馆没有你就觉得没有。通俗书在我们图书馆不会有的，或不多的啊，所以你这个有时候呢就得多逛图书馆，或多逛书店，多跟人家聊天，你才会得到一些东西啊。多听多看，这都是好有帮助的。另外呢，从别人的经验得到答案啊，有时候你不必自己亲自下火海，别人会替你下啊。你光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他的苦处，这样啊。所以有些是重要关系人啊，这社会学的概念哈，跟你生活互动比较紧密的啊，思想有交流的人，概化他人就那个其实你不认识的啊，那你觉得有一个别人人家社会上怎么说这种东西就要概化他人。参考团体，所以你不属于那个团体，但你希望是那个团体的啊，那是你的参考团体。还新闻报道中公众人物啦，我们对公众人物通常都有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看法，公众人物自己要比较了解到自己的一言一行，有时候是影响到社会观感的哈。谈话啦、书籍、电影都是方法啊，我都建议同学看，你跟人家聊天，你去看书，你去看电影哈，尤其爱情电影根本就是励志、永世不绝的爱情电影。另外呢，从恋爱对象身上求答案了啊，就拷打他了，这样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你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这通常在很糟糕关系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。那实践求答案这样啊，你就做出来给他看 ，just do it。我们现在叫做爱情的东西，如果你穿越到清朝去以后，清朝人不讲爱情这两个字啊，到清朝末年可能都还不太讲啊，民国初年才开始讲爱情这两个字。历史上我们要找各种字的刚刚开始的定义，通常都会去中文都找《说文解字》，《说文解字》是许慎所写的。爱形貌哈，爱那个貌啊，那个第二字像儿那个，它连起来是貌，中文字很讨厌，你那个要是分开的就是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形貌就走在一起的意思，走在一起的样子。什么爱跟走在一起有关系？这我困扰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，1997年的暑假，我到德国去进修。碰到一个教授，人家告诉我他也是研究爱情社会学，他的英文不太好，我的德文不太好，所以我们两个沟通起来非常好，因为我们用最简单的话，绝对不复杂。我就说，他就说你知不知道欧洲爱这个字的都起自于中古的一个字啊，那个字什么？他讲出来我没记起来。他说其实那个就是走在一起的意思。嘿，最近不是有部电影叫做《到底呢》，斗阵 A 对不对？到底呢就在一起的意思啊，有没有走在一起啊？你看那拍那大猫黑膏广告，那不是两人走在一起吗？所以我刚开始完全觉得这爱跟走在一起有什么关系，现在发现爱就是走在一起啊。好，所以这形貌，那现在意思就是喜好、爱好的意思啊。这边引到《诗经》啦，引到《论语》啦，引到《礼记》啦哈。那或者叫亲爱的人啊，或者爱护、嘉惠的意思。吝啬，爱有吝啬的意思啊，你用的很少嘛，对不对？这孟子《梁惠王》里面嘛哈。然后呢，爱还有隐藏的意思啊，跟这个草字头跟人字旁的爱有关。你看这个爱一个字有那么多意思。然后呢，根据另外这个人是研究西方爱情历史的一个法国名字的人。好，他说西洋文明史呢可以把爱的定义分成5大类。第一个，爱是宇宙创生的原则，就是上帝的本质，这个在西方的宗教有这个神爱世人。第二，友情哈，也跟爱有我们的广泛意义的爱啊。对其他生物啦、其他人或具体事物有依附跟渴望。第三个是情感的吸引力哈，爱这个部分哈，历史上这综合各个历史啊，你基本上都有一个着魔的心理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很铁齿的人，有一天忽然间就变成那样啊。再 man 的男人谈恋爱的时候啊，或者再这个 man 的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，也都不是那样，很奇怪啊。这个有经验的人大家都碰过。所以生理、心理都有一个神秘的力量。第5，性关系啊，生殖的或一般的欲念，大部分人会把爱跟性等同来看，历史上也有人真的是这样。另外叫 agape 啊 ，agape 这个原来这个有2个英文字，同样的字形。如果你根据的是英文希腊文来的，那个一上面有时候会画一个短横线 agape 哈，所以这是一个照希腊文的翻译。这大公无私的爱，通常就是神对人的爱。意志之爱也不是感情之爱，所以神对你的爱呢，通常没有肉体的部分，不会有肉欲的部分
那这学期我已经在准备这方面的讲义哈，就是神跟人之间的爱是怎么样的关系。我们中国人大部分，如果你不是信基督宗教的话啊，你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话，你大概对这种神明的爱情的跟神明的关系会蛮怪的。我们呢通常呢拜拜的神明跟这种西方的意义的神明是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Eros 这个字呢现在用的很多啊。Eros 这个字呢是爱或欲的意思，它原来不是神的名字。但希腊神话里面呢，赫西厄德的书叫《神谱》啊 ，Theogony 这本书是很早的希腊神话的最原始的版本，后来根据这个版本又发展了很多不同的版本，这样哈。那他提到这 Eros 神怎么样出生的，这样，这里面就是古人幻想哈，幻想这个人类的重要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一样。罗马人就很多就叫做希腊化嘛，把罗马的名字都改成。把希腊的名字都改成罗马名字，所以这 Eros 就变成 Amour 这样 ，Amour 后来又变成拉丁文的 Amour 又变成法文的 Amour， 然后这法文就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叫 Amour， 然后中文叫爱，然后打一点叫木这样，然后后来就得奖了这样。Philia 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字尾嘛，像 philosophy 啦，对 Philia 啊有个 Philia 什么都是好的意思。那 phobia 相对就是害怕、拒绝、不会亲近的意思啊。那这个 intimacy 这是现代的字眼了哈。有人不喜欢用爱这个字，就用 intimacy。relationship 这是日常生活的用语，这样啊。friendship 啊 ，courtship 啊 ，marriage、attachment behavior 这大家都比较近代的字眼。历史上大家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你会看到，有时候没有。affair 有时候就是外遇的意思啊。英文也有 fling 的意思，然后 fling 到了日文就是 huling 这样的哈，就是变成也是不伦的意思这样哈。然后有 passion 啊 ，passion 有激情也有受难的意思。在宗教音乐里面。Passion 就是受难曲啊，那谈恋爱会受难，这个大概就是浪漫主义时期西方的文学家、剧作家啊，觉得谈恋爱就是受难，谈恋爱没有快乐，谈恋爱基本上是个受苦的啊，在那个时代是了啊。那我们教爱情、历史、社会学，当然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历史了啊，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爱情，就是社会学。那我们要强调社会学跟别人强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有几点啊。第一个，爱情基本上是一种社会行动，就是爱情是人跟别人的。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人，在看到自己的水中倒影以后，爱上了自己 ，Narcissus， 后来叫 Narcissism， 这是一个英文字，叫自恋。爱情可能会自恋，不是假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照镜子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那有时候你是为了别人在看，你是从别人的眼光看到自己，不是你看你自己啊。在外面跟人家谈恋爱多辛苦，跟自己谈恋爱好了。世界上好多事情是不能自己做的，譬如讲笑话。哎呦，今天好无聊，讲个笑话给自己听吧。那个小明是个风筝，哈哈哈哈！如果这样的话，可能旁边听说，哎，吃药了没有你？啊，笑话也是不能自己的，谈恋爱也是不能自己搞的。所以爱情是一种社会行动，人跟人之间啊，根据你的对我的看法，我对你的看法，两个人会调整，所以有一个几乎没有完的过程。爱情是一个意识形态。大家把爱情当宗教，现在好像觉得没有爱情是不能的。我虽然教这门课，有些人也回来问我，老师，人一定要谈恋爱吗？我说你可以不要修了，这样啊。我说你已经抓到重点了，这样人不一定要谈恋爱的，人不一定要谈恋爱。就算以前有人结婚，也不是因为要谈恋爱啊，结婚是结婚，恋爱是恋爱，这两回事啊。好，爱情是一种人际关系啊，人际关系一定跟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物。那古代故事还有鬼啦，鬼也是要照人的想象去做的。那他跟一只牛谈恋爱，这事情就稍微复杂一点啊。我们就算说鸳鸯啊，什么都是投射人跟人的关系。为什么觉得羡慕鸳鸯？因为鸳鸯永远两只在一起，这样买一送一或第二件6折这样啊，这鸳鸯这样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社会学观点会考虑到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在谈爱情故事的时候，不会只这样好可怜哦这种处球对气的这种情况。我们希望你了解到这故事发展到这地步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转折性。都有的，重点不在于过去的人怎么样，重点在于现代人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？如果是你在这节骨眼上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好，那爱情的社会过程，爱情是一个过程啊。那我只简单的说，这有这几种型。讲理想型什么型，这有时候不太好，其实就把它编号就比较好啊，因为好像理想型是一个理想，其实不是啊，只是现在的意识形态下的理想。我们现在的人都希望能够第一个当然先认识了，不然谈什么？对不对啊？先丢一个什么东西来，先看一张照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相识，不相识怎么行呢？古人没有相识这一段呢，
他就结婚了。当然，爱情故事都会有相似，所以相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。这样，另外呢，传统型呢，从家庭相识啦哈，然后到恋爱啊，像那个大猫黑瓜那个广告，那个时代人大概都不流行谈恋爱。我现在教爱情社会学，我的长辈看到我都觉得谈什么恋爱，结婚就是两人过日子，到底呢？那就这样。另外呢，外遇型了哈，有婚有家庭，但是他还有恋爱啊。有人是不能够一天没有恋爱的这种人。那无果 A 型，这无果是指没有在一起了哈，并不是坏，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尤其长远来看，在当下看，你当然希望你能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啦，啊，但是你拉长来看，有时候你喜欢的人不跟你在一起，可能是你这一生最大的幸福，因为你保有了最美好的回忆，你不必增加人生后来的其他奇怪的痛苦。无果 B 型就是恋爱相识最后分手这样哈，可是大部分人呢都不了解这种奇怪的，有时候很反讽的这个恋爱的结果，常常都希望我要跟他在一起才是幸福，我不跟他在一起就是难过，所以很多人在失恋的时候那么难过，甚至有人难过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这都是没有必要的。你一旦没有了生命，你就看不到后来奇特的发展。